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根据摩根大通分析师发表的专业研报指出，在大宗商品的实体世界里，市场最终一定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迫进入一个清算的均衡点。这是因为实体商品的会计账是非常残酷且直接的，它遵循一个不可违背的物理定律，当日的供应加上库存的提取必须完全等于当日的消费加上库存的累积。华瑞认为，这代表当金融市场的投资人还在讨论盘面情绪与远期预期时，实体市场已经在经历一场极端且痛苦的强制性重新平衡。因为一旦生产端出现实质缺口，这个缺口在物理世界中是绝对不可能长期凭空存在的。原油就是这类现象最经典且最清晰的案例，因为原油的短期需求在经济学上是非常缺乏弹性的。无论是支撑社会运作的交通运输汽油与柴油，还是维持航空业运行的喷射燃料，甚至是下游石化厂所需的生产原料，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品或说停就停。根据摩根大通团队观测，这场危机的导火线就是全球能源动脉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这条关键水道的关闭直接导致全球供应体系出现断裂。3月份全球供应每天中断了910万桶，而到了4月份，这个供应黑洞更进一步夸大到每天1370万桶。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全球超过 10% 的供应量在短短几周内彻底消失。华瑞认为，这种规模的断裂已经超出了任何单一国家或机构能够轻易填补的范围，它正在引发一场全球性的能源清算风暴。更让投资人感到不安的是，传统上用来缓冲供应冲击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所谓的剩余生产产能，在这次危机中完全失灵，未能发挥其应有的避震器功能。摩根大通深入分析指出，全球几乎所有的剩余产能都高度集中在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然而，因为地理位置与海峡封锁的物理限制，这些原本能拯救市场于水火的产能，现在全被封锁在海峡之内，完全无法进入全球石油循环体系。即便是在全球市场扮演边际供应者角色的美国页岩油，华瑞认为，即便现在 Dated Brent 油价飙升至$123，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实质性的产量增长。这是因为美国产量的增加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延迟，通常需要3到6个月才能看到初步的实体产出成效。若要达到每日100万桶级别的增长，甚至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与此同时，另一大产油国俄罗斯的供应状况也不容乐观。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剩余产能目前已萎缩到仅剩每日30万桶左右，且其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包含港口与运输管道，正持续遭受针对性的打击，导致其近期供应量每日下降了35万桶。在供应端与剩余产能这两道防线接连崩溃后，市场被迫启动了第二个平衡杠杆，也就是库存的提取。根据摩根大通测算，全球可观察到的商业库存与策略储备在3月份每天减少了400万桶，而到了4月，去化速度更来到惊人的每日710万桶。华瑞认为，这几乎是在透支全球经济未来的生命线来进行紧急救火。而且由于数据透明度的限制，许多无法观察到的非 OECD 国家库存可能也正在以更惊人的速度枯竭。这种库存的急剧流失正在为下一波价格喷发埋下伏笔。这种供需严重失衡的物理现实直接反映在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剧烈背离上。目前期货 Brent 价格虽然大约维持在$100附近，但反映现货实体买盘竞争的 Dated Brent 价格在4月已经飙升到了每一桶$123。摩根大通特别警告投资人，现在看到的需求下滑与过去的经济衰退不同，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因为价格太高导致消费者主动节省，而是一种强迫性的需求损失。简单来说，是因为市场上真的没有实体油可以买，所以消费者被迫停止消费。目前全球原油需求在4月平均萎缩了每日430万桶，这个数字比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最严重时期还要严重将近1倍。华瑞认为，这说明了目前的物理性短缺比起当年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力更具直接性与强制性。目前这种实体短缺的痛苦正由亚洲、中东与非洲这3大地区首当其冲。根据摩根大通的分析，这些地区在结构上极度依赖来自波斯湾的原油与精炼油供应，因此共同承担了全球大约 87% 的强迫性需求损失。以印度市场为例，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3月份的液化石油气消费已经同比下降了 13%， 这对于依赖瓦斯烹饪的广大基层家庭造成了沉重打击。在石化工业领域，由于严重缺乏乙烷、石脑油与 LPG 等关键原料，亚洲各地的石化裂解厂被迫大幅降低产能利用率，甚至直接无限期关厂。摩根大通估计，这种由石化原料驱动的弱势就占了4月总需求损失的 55%， 反映出工业心脏停摆的现状。根据摩根大通的精细算账，即便未来全球库存释放达到每日800万桶的极限，市场仍然会存在每日200万桶的残余缺口，这是一个无法被轻易抹平的数字，意味着接下来欧美的投资人与消费者也必须开始被迫分担这份减产的痛苦。华瑞认为，目前的价格调节机制尚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代表油价必须涨到更高到足以让欧洲与美国的消费者也进入大规模的强迫性减产循环。目前在美洲地区，虽然拥有较高的国内供应灵活性，但高昂的加油站油价已经开始压抑民众的日常通勤意愿。航空业也因为喷射燃油短缺与价格飙升，导致航线被迫缩减，机票价格大幅上涨。摩根大通预期到了5月份，喷射燃料的需求将会因为欧亚航空公司的进一步减产而持续萎缩。投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供应链结构性恢复之前，每一桶123美元的现货价格真的只是一个起跳价。摩根大通认为，这是一个由实体分子缺口所驱动的非典型市场，传统的估值模型在这种物理性短缺面前几乎完全失效。投资人应重新评估手中资产在极端能源成本冲击下的脆弱性，特别是那些高能耗或对供应链极度敏感的产业。这场危机的核心真相其实就是一场无比冷酷的数学清算。当每日1300多万桶的供应从地球上消失，唯有透过更高、更难以承受的价格强迫全球经济体同时按下减速键，市场才能在废墟中找回均衡。华瑞认为，对于全球投资人来说，这场关于原油与能源安全的生存战才刚刚进入最激烈的下半场。未来的资产配置逻辑应将这种物理性断裂视为长期的核心风险变数。本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人应审慎评估市场波动风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